他们仅靠一把鱼叉就能捕获20米长的鲸鱼，捕鲸过程惊险万分，很多人因此丧命。但捕鲸对于他们来说却非做不可。鱼叉手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人，他们站在船头，不停地在海面上搜索目标，发现猎物时就要跳到空中，用鱼叉精准刺中猎物，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突然前方闪过一个黑色身影，他们喜出望外，一头虎鲸出现了，渔民飞速向它靠近，捕猎正式开始。虎鲸游得飞快，鱼叉手瞄准目标，奋力将鱼叉向虎鲸刺去，然而却扑了空，眼看着虎鲸消失在了视线中。不过还好，一群翻车鱼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种鱼小的有1米，大的足足有4米。鱼叉手看准时机，一击命中，瞬间海面就被染成红色。翻车鱼不断挣扎，另一名鱼叉手接着补了一刀。等翻车鱼停止挣扎，他们合力拖到船上，一上岸就开始分割鱼肉。鱼叉手被分配到了最好的部位，他们会用沙子把鱼肉包裹起来，挂起来风干。晒干的鱼肉还可以换取玉米或者番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顶级美味。但翻车鱼还是太小了，并不能给全村提供足够的食物，他们必须要捕到一条抹香鲸才可以。抹香鲸只在每年的5月到10月才会出现在这片海域，他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休整几天后，承载着整个村庄的期盼，他们再次扬帆出海。运气不错，很快就碰上了鲸鱼群，只有在鲸鱼喘气的短短几秒，才有机会捕捉到它。他们一次次地把鱼叉刺向鲸鱼，终于捕获了一只幼小的抹香鲸，但这也足够全村吃上几个月了。鲸鱼被分割完成后，女人们会把鱼肉腌制好，挂起来晾干，这样可以保存几个月。抹香鲸的头部也会充分被利用，里面含有丰富的鲸鱼油，混合上其他油脂就可以做成蜡烛。村民都在享受着丰收的喜悦。这里是拉马莱拉村庄，位于印尼总部的东面，当地土壤贫瘠，根本没办法耕种，为了活下来，村民也只能靠海吃海。数百年来，鲸鱼一直是村民赖以生存的食物，这里也成了最后一个被允许捕鲸的地方。这种会上树的洋拉的屎，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用来蘸着面包吃，据说口感醇香浓厚，跟我们吃的麻酱有相似的味道。就是这一群会上树的摩洛哥山羊，它们的蹄子分开后可以牢牢卡在树杈中，站在树上如履平地。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果实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果核则可以榨油。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所以山羊上树就扮演了一个去皮机的功能，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序。山羊无法消化果核，会随着粪便排出，果核经过山羊的消化后，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令当地人神魂颠倒。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在里面筛选出果核，经过手动清洗、低温烘烤，然后再将其用石磨碾碎，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还可以作为护发素，能修复受损的毛发。另外，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味道醇香浓厚，据说价格很高，大约每升300美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这种方式出油率高，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榨油后剩余的残渣，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摩洛哥人会加入少量的蜂蜜，用来蘸着面包吃。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树的场景，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一群专家对着一坨大便又摸又闻，还用吸管收集起来，只因这坨粪便不一般，是这面墙拉出来的。每天早上这面墙就会出现满墙粪便，有长有短，有粗有细。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但什么动物会在墙上拉屎呢？大叔认为应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但仔细想想，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他甚至偷偷安装了监控，始终没有拍到任何可疑人员，但粪便每天还是准时出现，你就说怪不怪吧？这到底是谁的大便呢？大家请来专家，决定从大便入手。专家对其取样化验，只要提取到其中的 DNA，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节目组也没闲着，又偷偷安装了几台摄像机，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整条街道，一直到早上都没拍到什么可疑人员，但粪便还是准时出现了。大家仔细查看监控录像，发现大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没有任何征兆，确实是奇怪啊。与此同时，粪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专家说这就是人类粪便，而且还是个女人的。听到这消息，大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谁做的呢？既然是人为的，那一定能拍到他。节目组把整个街道都装满了摄像机，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终于在第5天拍到了大便的飞行轨迹，还拍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监控显示，大便就是对过邻居丢过来的。看到这个结果，大叔懵了。邻居名声挺好的，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啥会这么做。白天节目组拜访了邻居，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表示很不好意思，说可以帮忙打扫，以后会看住妻子，不会再让她乱丢便便。知道真相后，大叔也表示理解，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起码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大不了就勤快点刷墙呗。在鲱鱼罐头工厂上班是种怎样的体验？
据说质检员的工资非常高，看完有点心疼质检员。这家瑞典工厂在每年5、6月份，一周就能收到60吨新鲜捕获的飞鱼。制作飞鱼罐头第一步就是去除鱼头和内脏，通过传送机把鱼送到离心旋转机，让鱼头朝一个方向排列，水流会对飞鱼进行简单清洗。接下来的机器每分钟能切掉400个鱼头，同时挤出内脏，身体顺着传送带被装进大桶，接着加入大量的盐，在盐水里浸泡2天，2天后捞出让鱼自然发酵。发酵前先加入1桶血水，它们称为卤水，这里面有发酵所必需的酵素。最后封上盖子，一桶桶的飞鱼被存放在储藏室，温度维持在12到15度。整个发酵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天。质检员会根据桶里的气泡声来判断发酵是否完成。这家工厂始终坚持手工灌装，工人都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可以面无表情的工作，甚至不用戴口罩。罐头里要加上足量的臭卤水质，这样才正宗。最后清洗下外壳，就可以装箱了。现在还不能直接吃，需要让它继续发酵1个月，等罐头鼓起来的时候风味最佳。质检员最后还要亲自试吃，他浅尝了一口，转身就把鱼丢了，反手竖起了大拇指。臭烘的就是这个味。有人形容飞鱼罐头的味道，就像连续吃了1周臭豆腐，在憋了1周终于排泄出来后，凑在马桶上闻的那个味道。这味道却让瑞典人欲罢不能。瑞典每年吃掉80万罐飞鱼罐头，按照当地习惯，开飞鱼罐头必须提前通知邻居。正确的吃法是把飞鱼罐头放在清水中打开，一方面可以防止汁液飞溅，另一方面可以清洗飞鱼，洗干净就可以夹在面包里食用。一家人都是女的，家里却常被5把刮胡刀，因为她们脸上都长满了胡子，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摸起来又粗又硬，腿上的毛更严重，就像穿了秋裤一样。奇怪的是，母亲脸上却干干净净的。母亲说他们出生时脸上就有毛发，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直到看见挂在墙上的父亲，一切恍然大悟。去世的父亲毛发更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也尝试过刮掉，但越刮长得越浓密，满脸毛发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同学都嘲笑他们是猴子，他们变得抑郁焦虑，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毛发摧毁了她的梦想，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她带妹妹来到医院。医生表示这就算是遗传，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虽然他们接受了激光脱毛，但头发很快又长回来了。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但只要有希望，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最后姐姐也想开了，如果无法改变现状，那就接受它，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她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这就是她每天的主食。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一勺汽水就着1口米饭，吃得津津有味。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5升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问他为啥不喝水，他却说喝水会死。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这怎么可能呢？怕大家不信，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喝下1大口，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额头也渗出了汗，神情变得恍惚起来，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情况非常严重。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加上心理作用，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几天后节目组回访，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这里的人穷的只剩下了钱，每天要去摆摊卖钞票，把钱当废纸论斤卖，个个都是亿万富翁，却吃不上饭，甚至有人被活活饿死。他们每天拉着成捆的钞票去摆摊，一沓沓现金就像冥币一样随意堆放在地上，没有任何安保措施，根本不担心被抢。这一幕发生在索马里兰的一个钞票交易市场，这里是全球唯一的钞票交易市场，交易过程也很简单，不需要点钞机，也不需要验钞机，都是论斤卖，一般1斤能换1美元，偶尔多个几斤几两也没关系，摊主有时会多送一些来挽留回头客。家家户户堪比私人银行，即使有1亿现金掉在路上，也没人愿意捡，因为自己家的钱都卖不完。更奇葩的是，这个国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在任何世界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的钞票在世界范围来说不具备任何价值。他们使用的货币叫索马里兰先令，于1994年由国家银行发行。由于官方随意印刷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连年贬值，出现钱不再值钱的局面，买颗白菜可能都要花个上百万，所以他们更愿意把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于是就有了卖钱这一奇葩景象。这里人口非常稀少
就业率很低，当地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由于气候炎热少雨，经常出现干旱的现象，导致饲养的牲畜大量死亡，周围环境一片萧条。即使在首都，也没有任何繁华的景象，反而显得脏乱差，大部分地方破败不堪，很少能见到水泥路面。索马里兰的人穷得只剩下钱，却仍旧吃不上饭，令人唏嘘不已。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外加一条毛巾。同事都觉得他有病，而他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有多严重呢？大家做了个测验，不到3分钟，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甚至直接滴了下来，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他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看恐怖片的时候，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被子一湿一大片。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方便随时换一双。因为手滑，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想玩一会游戏，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下班回家呢，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瞬间就浸湿了，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小姐姐表示，这些她都能接受，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做日料、手握寿司之类的。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说着说着就哽咽了。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既然无法改变现状，那就接受它，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最近还做起了直播，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每天睡觉前，奶奶都要在被窝放一罐可乐，而且必须是常温的，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衣橱里也全是一罐罐可乐。奶奶说生病了可以不吃药，但不能不喝可乐，喝完精神抖擞，神清气爽。对她来说，可乐是万能的，随时随地都要喝。织毛衣的时候来一罐，唱歌累了来一罐，就这样每天10罐，喝了40年，足足喝掉了15万罐可乐。这可把老伴累到不行，每天回家都要带上2屉可乐。奶奶喝可乐有个特点，开盖后必须一口闷，然后满意的打个嗝，这就是她最享受的时刻，而且只喝常温的，说只有常温的喝完才会打嗝，因此可乐都会放在被子里保温。记者拿出一罐冰可乐给她，结果喝完奶奶连连摇头，还真就没打嗝。奶奶认为可乐就是灵丹妙药，和闺蜜聚餐还劝患有糖尿病的闺蜜喝一罐，闺蜜听得一脸无奈。至于为啥喝可乐，奶奶说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反正就是喝完可乐就会带给自己无穷的力量。可以说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按照惯例，大家还是带奶奶来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她的12指肠出现了溃疡，很多溃疡面都在反复发作。听到这个消息，奶奶不禁担忧起来，以为是万能药的可乐竟然一直在伤害自己。医生表示不用过于担心，只要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好起来。所以说有病就得好好吃药，要相信科学。她在厕所安了监控，正对着马桶，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她并不是变态，这样做实属无奈，因为他家的厕所有点怪，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厕所就会传来哗啦哗啦的洗手声，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但肥皂上却残留着奇怪的使用痕迹，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你要说是有人的话，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这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实在没招了，只好在厕所安装了监控。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马桶里钻了上来，仔细一看，竟然是只大老鼠。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这老鼠来到地面，直奔香皂，咔咔造了几口后，开始疯狂破坏。嗨完后顺着马桶又走了。看到这里，大姐突然菊花一紧，说有次半夜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想想都觉得后怕。关键她家住18楼，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呢？专家解释说，老鼠是会游泳的，而且马桶下水道是 S 型的，老鼠可以很轻松地顺着管道爬上来。要抓它呢也很简单，一张粘鼠板即可。他们围着马桶放了4个，就等老鼠上钩了。没想到这只杰瑞非常聪明，他意识到了不对，左闻闻右看看，犹豫了好久，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他，他竟然推开了粘鼠板，一个风骚走位，又溜回了马桶。大家决定用另一种方法阻止他，在楼下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老鼠就爬不上来了。这下终于可以安心的拉屎了。大妈只是去做汗蒸，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看着她，因为她在65度的汗蒸室待了1小时，一滴汗都没流。大妈还说自己一辈子都没出过汗。为了验证真假，大妈直接在33度的气温下跳绳半小时，接着把纸巾贴在额头上，其他人瞬间就把纸巾浸透了。然而大妈额头却干干净净，果然一滴汗都没有。大家决定把温度升高，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瞬间表面温度就达到了45.6度。大妈二话没说，直接躺上去。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大妈都快被烤成了3分熟，仍然没有出一滴汗，还说一点都不热，甚至感觉有点冷。难道她真的不会出汗吗？那只能使出大招了。大家带她来做汗蒸，此时汗蒸室温度65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旁的人早已大汗淋漓，她却一点反应没有。
边笑边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周围人都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大妈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想体验下出汗是什么感觉。随后，医生在大妈手心涂了一种遇水就会变紫色的液体，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接着放在烤灯下面，一直烤了30分钟，手掌没有任何反应。1个小时后，终于看到了变化，大妈掌纹处都变成了紫色，也就是说，大妈其实还是会出汗的，只是量比较少而已。医生表示，出汗少并不会直接对身体造成伤害，这下大妈放心了，原来自己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大姐生孩子不去医院，却来到了按摩店，让技师疯狂按压肚子。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怀了3天就要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3天前，她因为胃痛来医院，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原来她并不是胃痛，而是马上要生了。大姐直接懵掉了，才知道自己早就怀孕了。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由于工作原因，夫妻俩已经分居7个月了。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这要怎么解释呢？丈夫甚至怀疑她外面有人了。不过医生给出了解释，说大姐也是怀胎10月来着，只是她不知道而已。大姐说，虽然肚子确实大了一点，她就单纯的以为自己胖了，还特意去做了减肥按摩，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就算是这样，那肯定有一些怀孕的症状吧？就比如例假肯定没有了吧？大姐说例假确实一直没来，但自己这方面一直不规律，所以也没在意。不得不说，大姐心是真大。后知后觉的大姐非常自责，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不过意外还是出现了。生产过程中，脐带缠住了宝宝的脖子，情况十分危急。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最终大姐顺利生产。孩子有个这样的妈，能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3天不洗头才能来这家餐厅吃饭，这并不是餐厅的规定，而是顾客自发这么做。都是因为店附近的一只麻雀，这只麻雀爱吃头皮屑，一旦发现有人来餐厅，立马就飞到头顶上，来回扒拉着找头屑吃，一点都不怕人。吃饱喝足就躺头顶休息，把头顶当成了家，这些倒也无所谓。关键有时候会在头上拉屎，这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平时他就蹲在树上观察过往行人，附近居民的头都被他光顾过。有次把大爷的假发都拔掉了，大爷出门只好戴上了帽子。不过大家还是挺喜欢他，为了和他亲密接触，甚至几天不洗头，只要喊上一句，他就会朝头顶俯冲下来。但刚刚却发生了意外，麻雀被一只红隼盯上了，在飞行过程中被抓到。饥饿的红隼叼着麻雀飞到楼顶啄食，麻雀奋力挣扎但无济于事，羽毛被一点点扯下来，麻雀很快停止了挣扎，大家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麻雀被吃掉。附近居民都把麻雀当成了家人，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小哥感慨世事无常，没想到刚刚给麻雀拍的视频却变成了他最后一刻。但大自然就是这样残酷，愿麻雀的天堂里没有红隼。猫头鹰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每天早晨准时给大叔送老鼠，已经持续了4年。如果看到大叔无动于衷，他会把死老鼠直接往嘴里塞。不仅仅是老鼠，偶尔还会带来其他礼物，就比如蛇之类的，就问你敢不敢动。有时大叔睡得很死，他就叼着老鼠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直接上前对大叔叫个不停。这波操作让人哭笑不得。这猫头鹰是大叔在野外发现的，当时他受伤严重，悉心照顾了2个月，和大叔的感情愈发深厚，与家里的猫和鸟都成了好朋友。等他恢复健康后就放生了，但他没有忘记大叔的恩情，时不时就飞回来探亲，每次都不会空手来。对猫头鹰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老鼠，所以每次都会带来新鲜老鼠。他也很懂人情世故，顺便还会给鸟带上几只，但每次都把鸟吓一跳。吃不了这个谢谢啊。接着他又来到另一只鸟旁边，站在笼子上思考良久，算了，还是自己吃吧。后来大叔又收养了一只小猫头鹰，他也是各种照顾各种喂，这房间里只要是活的东西，他都必须要一个个喂一遍，妥妥的社交牛逼症了。来这家餐厅吃饭要提前带点狗粮，狗粮是给服务员的小费。因为这家餐厅的服务员是条狗，每当顾客上门，他就会点头欢迎，还一直保持微笑。客人一次来了很多，他会挨个点头欢迎，不会漏掉任何一个。3个孩子在他的耳濡目染下，也学得有模有样。等顾客落座后，他先叼着篮子送上菜单，接着再送上湿纸巾。老顾客来吃饭，都会提前带上一把狗粮，作为小费奖励他。平时只要客人喊一句，他就会上前帮忙。客人觉得电视声音太小，他就会积极送上遥控器。饮料机里没有纸杯了，原本在旁边休息的狗狗又立刻把纸杯送了过去。晚上饭店打烊后，他就化身清洁工，叼着扫帚开始工作。扫不到的一些犄角旮旯里，就会钻进去把垃圾叼出来，熟练的丢进垃圾桶。而且他能分辨出什么是垃圾，像这把掉地上的勺子，捡起来就交给了主人。主人说狗狗已经在店里待了7年，从来没和客人发生过不快，不少客人还专门跑来看他。有了他的帮忙，自己轻松了很多。这还真是现实版的汪汪队立大功呀！
这家炸鸡店的店长是一只母鸡，名叫泰美，已经在餐厅就职了2年半。每当顾客上门，她就会点头欢迎。泰美还会站在员工肩膀上陪同送餐，上餐前还要打个名。顾客说看到她都不好意思吃炸鸡了，但不得不说，他家炸鸡是真好吃。有多好吃呢？你看吧，连泰美都喜欢吃，而且她最爱吃的还是鸡米花。老板说，自从泰美来到餐厅后，餐厅生意都变好了，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都觉得他家炸鸡是真材实料。平时只要客人叫一声泰美，他就会跑过来表演练习了2年半的舞蹈。第一次来的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不禁有个疑问，为啥这只鸡没有被做成炸鸡呢？原来2年前它还是一只流浪鸡，误打误撞自己就溜达到了炸鸡店，可能是这里面飘出来了熟悉的味道，也可能是门口炸鸡的 logo 吸引了他。老板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把它当成了店里的吉祥物，平时还喜欢带着泰美到处炫耀。隔壁烤鸡店老板对此十分羡慕，泰美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就怕有一天炸鸡店缺货，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一家偏僻的农家小院，每天却有大批40、50岁的男人慕名而来。男人们一波接一波，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只因这家有个30岁的离异少妇，这群男人就是来讨媳妇的光棍汉。要想见到女方，先在院子外排队等面试。为了这次相亲，厨师老李特意请了假，从几百里外赶到这儿。排队期间还听到有人说，今天人还算是少的。等了半天，终于轮到老李面试。女方母亲一上来就盘问了老李的家庭存款情况，随后就被请到院子外等结果，一等就是2个点。随后没人传话来说不用等了，女方嫌他个子矮，直接淘汰了。老李一肚子气，来回车费都花了不少，结果连人都没见到。出于歉意，媒人立马又给联系下一家。隔壁村33岁的大姑娘，也是最近刚离婚，一伙人匆匆赶了过去。可等到天黑，老李也只和姑娘父亲搭上了话，就因为个子矮，再次惨遭淘汰。老李只能感叹一番，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残酷现状。和老李一样，42岁的老杨一早起来将脑袋和皮鞋擦得锃亮，为即将到来的相亲做着准备。家中的毛坯房至今还未装修，老杨一边打扫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要是这次能谈成的话，马上开始装修。10多年间，老杨来来回回已经相亲20多次，大部分情况是一见面对方扭头就走。老杨将原因归结于自己长得不帅，还顶着个光头。为此，老杨特意找人 PS 了一张带头发的照片，让媒人拿给女方看。招数很快奏效，可女方刚见面就迫不及待钻进车子落荒而逃。老杨迫切地想知道对方的态度，连着发10几条信息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老杨觉得是女方嫌弃自己是农村人，可谁料随后女方竟主动打回来电话，这让老杨乐开了花。当听说对方对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老杨赶紧趁热打铁，定下了下次约会时间。第2天，2人约在公园见面，起初还相谈甚欢，一同荡秋千，但气氛突然急转直下。女方把老杨晾在一边，跟别人有说有笑打起电话，刻意拉开跟老杨的距离，忽冷忽热的态度，只因老杨没能满足女方提出的20万的要求，刚见面就要他拿20万，老杨不由得心生警惕。这次相亲自然也以失败告终。由于过去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千万男性面临着结婚难的窘境。有老婆的男同胞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他每天都要喝杯新鲜的冰红茶，起床就去厕所接，从1天喝1杯，直到后来的1天5杯，已经持续喝了2年。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红茶口感也不一样，有时候咸有时候甜，尤其喜欢上火的时候，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最急的人是他女儿，怕他喝死了，劝他少喝点。大姐反而变本加厉，觉得喝着不过瘾了，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头发上也能抹一抹。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洗完容光焕发，还能用液体洗鼻子，据说能治疗鼻炎。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医生说最多还能活几年，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而且他还认为这种偏方很环保，可以循环利用。女儿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如果真有效，那以后就尽情喝就是了。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肿瘤扩散更快了，很明显这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甚至还耽误了病情。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这样才有可能缓解病情。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之前有50多只，现在只剩20多只了。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现在吉祥物没了，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有人认为是黑头灌干的，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一定就藏在水下，建议把水抽干，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大家越说越离谱，村长看不下去了，冷静分析了一番，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
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安个监控看看吧。村长决定熬夜蹲守，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村长边吃边等，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终于村长睡着了。但就在这时，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很快抓到了一条鱼。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大叔只是在家泡了一瓶人参酒，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只因这瓶里的人参实在不一般，泡在酒里5年后竟然死而复生，长出了新芽，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至今已近5年了。万万没想到，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是千年不遇的宝贝，甚至有人出高价想买这瓶神酒，但都被大叔拒绝了。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说喝了这酒气色都变好了，但药酒厂老板却表示，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猜测可能是大叔泡酒前人参就已经发了芽，难道大叔说了谎？没办法了，大叔接着展示了当初泡酒的照片，照片上人参确实没有发芽，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大家又找到专家，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专家表示，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人参早就死了，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专家猜测，泡酒前人参可能就已经长出了芽苞，只是看不出来而已。而且人参表皮细胞非常坚硬，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芽苞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长到了6厘米的样子。随着酒精渗透，人参也就死掉了，最终就变成了这样子。这匹马得了一种怪病，只要有人骑它，它瞬间就会晕倒，就算主人想骑它，它也会立马躺下装死，而且演得很像，舌头都吐了出来。入戏太深的时候还会翻白眼，主人假装走开，他先是不时环顾四周偷看几眼，确定主人走远后，瞬间满血复活。主人见状直接冲了过来，他立马又躺下了。如果坚持要骑他的话，他还会撒娇打滚4脚朝天，那眼神就好像在说，骑我是不可能骑我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旁边的马都看呆了，兄弟你在哪学的表演啊？能不能教教我呀？他的日常就是各种装死，无论谁想骑他，只要靠近就倒下，甚至只要一抓缰绳他就倒。他装死前还会仔细看一下周围状况，如果地上有石头的话，他还会后退几步再倒下。主人拿来他最爱吃的胡萝卜，想测试他到底能装到什么程度，把胡萝卜塞到嘴里，但他知道这时候必须要忍住，演戏就要演全套，即使口水流了一地也不能咬一口。主人被他的演技折服走开了，实在忍不住了，这也太好吃了吧。话说这演技不去演戏可惜了，没想到啊，凭借装死的绝技，还真去演戏了，演了一只被箭射中的马，这完全就是本色演出，表情自然演得非常有层次，可以说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聋哑外卖小哥送餐仅仅超时了1分钟，就被富家女痛骂，还讽刺外卖小哥是下等人。然而这位大姐的做法，绝对会让你感到大快人心。别人的理由，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位用劳动换取价值的人，都值得被尊重。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在嘴里种一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绝对会让你惊艳。首先要把坏牙拔掉，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效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坚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预开孔，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全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牙齿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
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因此不必太过担心。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以此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枝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牙冠部分涂抹酸蚀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蚀剂，开始填充复合树枝。树枝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智齿发炎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仅仅冒出了一点头，缝隙里一直残留小零食，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有多可怕。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会有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给周围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药起效后，医生根据智齿生长角度，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整个过程不会感觉到痛。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取出智齿，需要用钻头把智齿一分为2。虽然你感觉不到疼，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现在利用杠杆原理把智齿撬断，你会听到嘎咚一声，但不必紧张。轻轻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来，接着再次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较深，医生决定再次把牙根部分一分为2。现在就比较好弄了，轻轻一扣牙根就取了下来。拔智齿留下的洞会被血液填满，半小时之内会形成血凝块，经过24小时，血凝块就会变得坚固结实。所以拔牙后24小时内不要刷牙漱口，否则有可能使血块脱落，导致干槽症，那将痛不欲生。接着医生开始缝合伤口，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有些情况不用缝合，需要咬住纱布来帮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时左右。拔牙2小时后可以吃一些流质类的食物，不可以喝热水或者过硬的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多休息。几天过后又是一条好汉。